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25日，祝大家聖誕快樂啊！今日聖誕節正日，呢個星期咧我就好少睇書睇新聞，好少拍片。個原因咧，因為咧我喺台灣就入咗醫院咧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咁啊，即係而家我每隔3-4年咧就要做一次詳細嘅身體檢查啦，包括即係呢個嘅腦掃描啊、心血管嘅掃描啊，以及咧做咗胃腹鏡、腸鏡同胃鏡嘅檢查。咁咧。一般嘅身體檢查咧，查咗出嚟咧，我個身體各方面嘅指數咧係幾理想喎，即係細估唔到啊，膽固醇啊、血脂啊，全部咧都合格嘅。咁但係唯一咧就有一個問題，就係我有大半年咧，我發覺自己嘅胃腹部係痛啊。咁我英國咧就睇咗醫生㗎啦，做咗呢個嘅超聲波掃描。咁啊，發覺唔到有啲直接嘅原因導致到呢個嘅胃腹咧，尤其是係左上腹係痛喎。我而家一路拍片一路仲痛緊嘅，其實。咁啊，揾唔到原因，咁我直至到做完腸胃鏡咧，就發覺咗咧，醫生話我有潰瘍嘅情況。咁啊，可能係有壓力性嘅問題啦，因為你知道咧，而家當此末世嘅就正道衰微。咁所以咧，好多時候睇新聞咧，話而家全球好多紛亂嘅情況、唔公義嘅事情，睇完之後又唔開心嘅。尤其是有一啲新聞啊，即係尤其是係令人哋係憤不平嘅。咁所以咧，我要學習下啦，新一年咧點樣可以調理好身體啦，學習下放下自在。咁啊，但係今日一定要拍片講啦，因為好笑嘅。我上個星期喺直播裏邊咧就做一啲愛國者建議，到底應唔應該繼續做愛國者建議咧？因為我發覺咧，我最初講愛國者建議係2019年開始啦，我就即係話要即係譬如話將警察宿舍話唔夠喎，當時政府新聞就話警察宿舍、公務員宿舍唔夠喎，咁點咧？我就話不如喺惠東啦。大亞灣核電廠附近咧有好多土地噶嘛，可以喺嗰度啦。而家1小時生活圈唔一定警察宿舍喺本港噶嘛，係咪啊？咁啊呢個係一個愛國者建議。後來咧河南政府咧即係出現咗好多財政嘅問題，河南銀行提款難，我就話香港有啲被制裁嘅官員，喂啲錢啊入唔到落去銀行戶口㗎嚇。如果你交俾家人咧，可能咧又會導致到家人又被制裁風險喎。咁不如存入河南嘅政府旗下嗰啲村鎮銀行，喂你存落去村鎮銀行啦，即係佢哋第一冇國際嘅生意，又唔驚俾制裁啊。其次咧就係亦幫到佢哋嗰個資金鏈不足嘅問題喎。咁呢啲咪一舉兩得咯。咁咧我最近咧提出咗啲愛國者建議，其實咧立法會咧真係有人攞我啲愛國者建議嚟講嘅喎，唔係講少啊嚇。咁我即係思考咗好耐，到底應唔應該繼續講呢啲愛國者建議咧？咁我上個星期咧就講咗個愛國者建議，結果 Yahoo 新聞咧就係將佢筆錄咗出嚟部分啦，筆錄咗出嚟，咁啊引起好大嘅討論，好大嘅迴響啊！喺 Facebook 咧，喺啲連登啊、什麼高登啊、什麼 Discuss 啊，啲人咧就 cap 咗圖俾我，啲網友就話好多人講喎，咁啊有啲人好認真地討論個可行性嘅，有啲人就話我亂噏，咁咧我從來唔會亂噏嘢喎，即係我係做到言必有據啊！我提出呢一個公務員以2成嘅人工用數碼港元嘅現金券支付，呢個咧係有歷史學嘅支持嘅，有經濟史學嘅支持嘅。咁嗱，首先我哋要明白一個問題，我講好多次，呢個世界有樣嘢叫不可能三角嘅。如果政府嘅財赤，你就只能夠咧一係就發債，而家已經發咗債啦，全世界都有嚴重嘅債務啦，英國、美國啊、中國啊都有嚴重嘅債務，香港都有嚴重嘅債務咯，開始一係就發債，一係就加稅。咁但係問題加稅咧就會傷害到嗰個經濟嘅根基啊嘛發債。英國、美國佢哋嘅發債咧問題相對冇咁嚴重，因為佢哋咧係主權貨幣嘅國家，佢哋可以透過咧量化寬鬆去還債，始終都會還到嘅，就唔會完全還唔到嘅，慢慢還就還到㗎啦。量化寬鬆可以解決到嘅，起碼解決到部分嘅問題。香港咧就聯繫匯率就量化寬鬆唔到，咁所以啦，一係就發債，一係就加稅。而家唔加得稅啦，就有第三，就一定要縮減開支喎。咁香港咧要縮減開支，喂嗰啲大灣區嘅基建啊、新界東北啊嗰啲咧，你就撥咗錢㗎啦，你就縮唔到嘅。最實際係縮咩咧？就公務員開支。公務員開支咧，包括退休金同埋公務員嘅人工，咁呢個咧就係要縮㗎咯喎。咁有啲人就話：喂，你做咩針對公務員啊？唔係針對公務員，因為公務員嘅開支係佔咗政府26%嘅開支，係最大嘅開支嚟嘅。咁嗰啲基建已出之物就冇辦法啦，嗰啲係先使未來錢嘅。咁但係咧，公務員開支係日常開支裏邊咧最大比例嘅開支之一嚟㗎啦。咁所以咧
係要縮喎，唔縮公務員開支就縮教育開支，冇人想縮教育開支㗎，更加冇人想縮醫療開支㗎嚇。咁所以咧，即係四大開支就係公共福利啦，公共福利、醫療同教育同公務員開支。咁啊，縮公務員開支理論上係比縮頭先嗰三樣咧係更容易做到，亦都更合理啦。影響嘅人咧相對係最少。咁所以我啊提出咗咧，不如咁啦，Yahoo財經咧，佢有講嘅，咁但係咧有一啲人咧，竟然咧就係用咗我呢個愛國者建議開節目，有啲就話好支持啊，有啲咧就話哎呀呢個完全唔識經濟啊，亂笠嘅，咁我就唔係亂笠嘅，我認為呢個係糅合咗經濟史幾個重要嘅課題而提出嚟嘅新見解。喂，即係如果有學者專門係研究我呢個見解咧，攞唔到諾貝爾學獎啊，都可能攞到呢個嘅孔子和平獎嘅喎。咁我建議講咩咧？嗱，而家政府財赤咁嚴重啦。經濟史學者嗱，呢個唔係我自稱嘅，係佢哋嗰個記者寫嘅。趙善軒近日喺其平台裏邊咧，建議港府可以提出類似消費券嘅數碼港幣。嗱，留意我提出嘅數碼港幣啊，係無紙化嘅，用支付寶、微信二維碼或者 PayMe 即係實名登記去做嘅，代替現金出糧俾公務員。嗱，因為咧香港係聯繫匯率啊嘛，唔可以隨意印銀紙啊嘛，咁所以咧，譬如話啦，公務員有20%嘅開支，20%嘅人工可以用呢個數碼港元出喎。一個 A.O. 嗱，呢個唔係我講啦，括住係行政主任 A.O. 應該唔係行政主任，係政務主任係咪？記者寫嘅行政主任應該係 E.O. 嚟㗎嘛。咁啊 A.O. 咧，假設月薪10萬嘅，就用20%嘅人工用呢個現金券支付，俾佢哋咧係提供咧政府相關嘅服務，例如水費啊、罰款啊、租金啊等等等等大學場地。嗱，呢個咧就係我建議嘅核心嚟嘅。咁有啲人就話：你咪即係消費券？消費券行政成本好高。嗱，消費券係唔同嘅。消費券咧係政府發行，然後啲人咧用完之後咧，啲商戶咧係可以攞翻個消費券問政府攞翻現金嘅。咁其實咧，如果用消費券代替人工出糧係冇意義嘅喎。雖然可以鼓勵到公務員在港消費，但係咧對減赤係冇幫助嘅，因為政府始終要折現翻俾啲商戶啊嘛。所以我提出嘅係數碼港元，係現金券。其實呢個就變相喺聯繫匯率之外，量化寬鬆咗一筆錢出嚟，每年係量化寬鬆以8億計嘅一個支付工具。咁個原理係點解咧？因為咧呢個20%嘅現金券咧，第一係實名登記，係不得轉讓嘅。第二，我提出咧係預期咧就作廢嘅咯喎。就譬如話一個數碼現金券出糧，可能係12個月或者18個月用唔晒咧，餘額就會作廢嘅。呢個係我嘅建議嘅核心關鍵。第三，呢個只係內循環。佢嘅20%數碼現金券咧，只可以交俾政府嘅費用嘅啫，譬如話交差餉啦，交部分大學學費啦，交醫療費用啦。當然公務員咧睇醫生係唔使錢咁，但係政府醫院裏邊係有私家診所或者啲自費服務譬如話標靶藥咁，你有啲自費嘅服務噶嘛咁咧就可以咧用呢20%去支付。咁呢個係關鍵啊！就因為大部分人咧係用唔晒啲20%嘅錢嘅。嗱，基層係容易用晒啊！基層嘅公務員可能2萬幾蚊人工，佢哋用得晒，因為交差餉可能都交咗大部分20%然後交呢個嘅政府嘅一啲嘅費用，譬如話養老服務即係供養屋企嘅老人家入住養老院，政府嘅養老院，咁呢啲可以用喎。或者仔女要讀大學，咁可以支付呢20%喎。但係如果一個行政主任或者係特首或者係呢個嘅政務司司長、3司10幾局嘅局長，佢哋咧幾十萬人工啊嘛，佢哋一定用唔晒，用唔晒咧餘額就作廢。呢個係我嘅核心思想嚟喎，餘額作廢喎呢個係令到政府縮減開支而唔使用呢個嘅現金支付。咁當然啦，即刻咧嗰個報道咧都話：喂，唔係喎，以前咧公務員嘅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講話呢個僱傭合約係寫明嘅喎唔可以咧，好似以前咧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咧就話用消費券代替佢就話僱傭合約係話唔可以俾我哋派發消費券嘅，我哋只能夠用現金去支付。所以我就話呢個券咧係叫現金券而唔係消費券，因為消費券咧一定要你去消費啊嘛。而我呢個券咧係數碼港元，因為咧佢話要出糧要用港元咧，就冇話用咩形式嘅港元啊嘛，可以係用數碼虛擬貨幣，可以係用現金，
咁咧當然啦，我以前咧喺大陸咧喺深圳大學教書，因為係國家事業單位嚟噶嘛。咁我哋簽嘅僱傭合約咧，佢永遠有一條咧，甲方擁有一切嘅解釋權嘅喎，即係合約寫咩冇用嘅，因為甲方可以有解釋。我唔知香港公務員有冇呢一條，就算冇啊，可能可以後補加翻落去都得㗎。咁反正咧，呢個其實係有一個經濟史嘅概念，我糅合咗以下幾個經濟史嘅概念，咁我即係可以同大家切磋下啦。第一咧就係漢武帝嘅時候，為咗要打擊啲地方諸侯咧，佢諗一樣嘢喎，因為上林咧。呢個皇宮嘅花園啊，就有一啲白色嘅鹿，全國其他地方咧極少見到白色嘅鹿嘅。武帝咧就諗咗個方法啦，就係咧捉咗啲白色嘅鹿出嚟咧，切咗佢哋嘅皮膚，就發行一個新嘅貨幣，叫做咧皮幣啊。咁啊皮幣用嚟做咩咧？皮幣喺坊間係唔使用得嘅，佢就係用白鹿嘅皮吸上咧皇帝嘅印章。咁你喺外邊咧你就冇辦法仿造㗎，因為白鹿皮係淨係皇宮上院先有啊嘛，上林嘅地方先有啊嘛，咁所以咧就要求啲地方諸侯問中央政府去購買呢個貨幣，咁啊用高額嘅金錢去購買，然後咧以後定明咧就太后啊、皇后啊、皇帝生日咧，地方諸侯你唔使進貢其他貨物啦，唔使進貢金錢啦，唔使進貢咧其他嗰啲珍寶啦，咁你就進貢翻咧呢個白鹿皮幣俾我哋啦。咁即係變相咗咧，係用呢個發行皮幣嘅方法，令到地方諸侯咧係有巨額嘅負擔喎。咁啊，最後咧係減散咗中央嘅財政，仲可以咧增加咗收入添。呢個係咪漢武帝咧嗰個犀利嘅地方啊？令到武帝咧有能力可以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維持國家安全係幾重要嘅。咁所以呢個發行白鹿皮幣咪同我今次呢個數碼現金券個概念係異曲同工之妙咯。就係政府可以用一個方法，喂，你發覺嗰啲餘額咧唔得喎，用唔晒喎，咁啲公務員點算啊？尤其是啲司局級嗰啲，個月咧有幾萬或者十幾萬嘅餘額用唔晒噶嘛，咁咧你就可以要求佢哋咧買政府發行嘅債券啦。因為咧政府發行嘅債券而家賣出嚟賣唔晒啊嘛，咁可以點做啊？咁啊你就可以用咧餘額去買政府債券。咁但係咧用餘額去買就唔能夠完全去取代喎，因為你有2成嘅人工係餘額啊嘛。咁譬如話你可以用翻2成嘅人工去買，你買100萬政府債券，你2成咧就可以用咧數碼港元嘅現金券去支付，另外80萬咧都要用翻咧原本嘅現金，美元也好、人民幣也好、港元也好啦，去買嘅喎。咁用呢個方法咧可以加速咗推銷政府嘅債券，呢個第一。再唔係可以發行咧習近平新時代紀念郵票啊，可以定額定為5萬蚊一張㗎紀念郵票，然後香港熊貓經濟熊貓嘅金幣又可以發行去10萬一個㗎，咁你就可以用啲餘額咧完全去買晒呢個習近平嘅郵票或者熊貓嘅貨幣啊嘛。其實呢個咪就係漢武帝諗嘅皮幣咯，愛嚟咧鞏固中央嘅財政，最後咧係國家安全凌駕一切啊嘛。咁啊第二個例子咧就係呢個劉備啊入蜀。咁啊根據《蜀書·劉巴傳》裏邊嘅記載咧，原本咧當時中國係實行緊5銖錢嘅，由武帝以嚟咧中國人咧都係用緊5銖錢。咁啊5銖錢咧係個重量嚟㗎，5銖。咁但係劉備入到蜀國之後咧，佢發覺自己唔夠錢出糧俾嗰啲伙計喎，由襄陽、由荊州跟佢打入去嗰啲地方嗰啲人咧。荊州唔係襄陽啦，應該係荊州、江陵啊嗰啲地方啦，打入去嗰啲人咧冇錢出糧俾佢哋，咁點算咧？劉備咧就聽咗劉巴嘅建議，由諸葛亮負責執行，就係咧收晒巴蜀地區啲人咧啲5銖錢，要啲富豪啊、官員啊交晒啲5銖錢出嚟，然後重新印嘅，將5銖錢咧就寫住5銖啊，5銖一個重量，5銖嘅重量咧。真係應該係5銖喎，通常成日唔夠稱，即係4銖。佢明明係5銖錢嚟嘅，但係實際重量係4銖。劉備咧就諗咗個更簡單方法，將5銖個字咧就改咗叫做8錢喎。明明係5銖，而家就話100啦嚇，呢個叫值8錢啊嘛，5銖值8啊嘛。咁其實咧就係量化寬鬆啦。就係將嗰個銅錢嗰個重量係維持不變，但係銅錢嘅面額就大咗，令到佢有錢咧可以出糧俾咧跟佢入去打仗嘅伙計喎。當然啦，就導致到巴蜀咧裏邊啲人破產。咁但係破產咪好咯，咪可以重新洗牌啦，令到佢帶入嚟嗰啲兄弟
即係關羽啊、趙雲啊，佢哋就成為富豪啦。原本把熟啲人咧就破產。咁當然呢個就同今次我現金券咧係冇關係，但係我係受到一啲嘅啟發。最大嘅啟發就係宋朝嘅交子同埋明朝嘅寶鈔。宋朝嘅交子同明朝嘅寶鈔係點樣用咧？咁啊，宋朝嘅交子咧紙幣嚟噶嘛，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廣泛流通嘅貨幣。咁但係以前嘅造紙法咧就好容易咧係爛嘅，同埋會潮濕會霉。咁所以宋朝咧就係佢個發行咧就係最多用3年嘅啫。呢個咪就係我提出嘅數碼港元咯，18個月就預期作廢咯。喂，交紙只都可以用3年嘅咋，3年咧就要換一張新嘅啦，要吸一個新嘅印嘅，佢會換一張新俾你，但係咧你要手續費喎，手續費要自費喎，手續費要自費。明朝嘅寶鈔都係啊，明朝寶鈔就冇3年。總之咧，你嗰張紙咧爛爛地咧，你就拎去官府度重印，重印咧每一次咧佢收你手續費。其實呢個就變相咧。就令到政府更有財政彈性。結果明朝咧個皇帝朱元璋啊，喂佢就好孤寒啊，唔肯咧賞賜啲實物啊、茶葉啊、絲綢俾啲功臣喎，就係咁印啲大明寶鈔。咁啊喂，每次賞賜咧就幾十萬貫幾百萬貫冇所謂嘅，佢要亂印都得嘅。咁但係咧實際上咧嗰個大明寶鈔發行咗之後咧，就嗰個價格就不斷急劇下降。佢用呢個方法嚟出糧俾啲公務員，咁所以咧。就係令到嗰個大明寶鈔不斷貶值，令到公務員咧嘅人工咧就不斷下跌啊！咁當然佢又造成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貪污腐敗，因為啲公務員收嗰啲寶鈔，發覺喺街度根本買唔到嘢嘅。今日可以買到一塊餅乾，聽日咧發覺一塊餅乾都買唔到啦。咁所以公務員咧就大部分都貪污啊！所以我就建議咧，就只要係2成嘅支出。係用呢個嘅數碼現金出嘅，其實就變相減人工。咁但係問題你減人工咧，你就會即係第一會遇到好大嘅士氣嘅問題啦。第二減人工對基層嘅公務員咧，亦都係即係會導致到佢哋嗰個收入啊、生計受到影響啦。所以我提出2成係用數碼港元，對基層咧，你揾2-3萬蚊一個月嘅公務員咧，影響不大嘅。因為你揾2-3萬蚊，你5-6千蚊一個月嘅數碼港元，你大部分都可以用到嘅。其實你交差餉都交咗去啦，交稅都交咗去啦，交其他嘢都交到去嘅咯喎。咁但係對於揾幾十萬一個月嘅公務員咧，就可以做到餘額作廢呢個觀點，就會令到咧政府庫房咧立竿見影，一年慳翻數以百億計。呢個就係我嘅糅合咗幾個經濟史上重大嘅課題而提出嚟嘅概念，其實係變相量化寬鬆喎。所以我認為應該可能攞唔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啦，即使有學者將佢即係數學化咗，但係攞孔子和平獎都並非不可能喎。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我亂噏我唔亂噏嘅。從來就一分材料一分貨，我提出呢啲愛國者建議，背後都有大學問喺裏面。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啦。當然有一啲 hater 佢就話你亂噏，或者有啲所謂嘅網上嘅噴子就攞，或者一啲所謂經濟學家嗰啲寫專欄嗰啲咁嘅助理教授、副教授，就攞住呢個 Yahoo 財經嘅報導咧，大放厥詞攻擊我。咁嗰啲唔需要同佢哋一般見識嘅背後就係愛國者建議啦。咁應唔應該繼續講愛國者建議咧？你不妨話俾我知咯，好嘛？咁另外一個令到我呢個星期咧，或者令到呢2日有少少心有戚戚然嘅，就係鍾劍華博士嘅一個新聞啦。咁我今個禮拜直播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啦，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多謝，拜拜。